是拿它做手捧花的话，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合适的。这天鹅绒看起来太脆弱、太敏感，感觉一出就碎，放在我们婚礼感觉不太合适。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，因为天鹅绒的花的寓意特别好，代表吉祥如意。如果用它做手捧花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好的寓意、吉祥传递。反正我觉得不太合适。这一款呢是我们店里主打的一个款式，这个上面是缎面的设计，垂感非常好，也穿上去非常显大气，而且上面有一个小 V 领，你看还有像有一些小珍珠，也会给女孩一种很温婉的感觉。我们这边请，来看一下。还有抹胸的这一款，这一款是上面有一个大蝴蝶结，这个纱也是按照那种蓬蓬的蛋糕的形状设计的，所以穿起来会给女孩一种很俏皮可爱的感觉。俏皮。我们店里还有一款，这款也是主打的一款，这个是古典蕾丝的材质，就是很多的国际时装周，它用的奢侈品牌的服装都是会采用这个面料。你看，还有后面有一个深 V 露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。你觉得哪件更好啊？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能不能给点实质性的意见？只要是您气质好，穿哪个都好看。可是我选择恐惧啊。谭老师，你觉得呢？哪件更好一点？我觉得好像是这一件，因为它面料很特别，而且背后的设计很好看。要不我试试？好啊，那我试试这件。好的。你等一下啊。你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先在这里。这个地方有点松啊，要是卡住的话，能更显腰身一些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好多了。可以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再紧一个扣就可以。那行，我让那个孟设计师再给他重新的改一下。你为什么要来？怎么，你很害怕看见我吗？你是不是有话没和我说？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好啊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现在就走，你跟温老师说一下。随便你。你现在有情绪了？我没有。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是啊，不然呢？这个后面拍大一点。来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后面会不会有点太露了？不会啊，很好看。真的挺好看的。我们店里过几天也会到几个新款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可以再来试一试。好啊。这个是目前我们现在定的最终的一个方案，你可以再看一下细节，如果哪个地方不满意，可以及时跟我们沟通，我们再改正。去看看还有什么吗？忙吗？晚上一起吃个饭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没什么需求，就按这个里面吧。好，陆小姐，您真的是我在这儿。我们这儿结婚的其实有很多，但是他们在各种事情上可能大大小小都会有一些分歧。我觉得冯先生真的是第一次有这样对你无意义的新郎。确实是这样。
你也可以再看一看我们这儿的手捧花，您看有很多选择。这一款是比较大众的绣球，还有玫瑰，这两款很多顾客选的比较多。然后还有最近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芍药、郁金香。那我们这儿还有一些是比较小众的，您也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好，我看看。 OK。哎，这个花挺漂亮的，这是什么花？这个是天鹅绒，就是刚刚在国内种植成功，上市没多久。这个原产地是来自于南欧，刚刚引进到国内，种植没多久。然后它在国内现在是属于比较小众的，也是刚刚到我们店里的，有很多顾客也比较喜欢这个花。挺特别的。那它的花语是什么呀？学习的奇迹。哎，你们俩都知道这种花啊？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去四川阿坝州红叶县见过一次。以前做生意往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，后来生意没做成，一个人来骗我。看来还是我对花的了解太少了。哎，不过我觉得挺漂亮的，而且很特别。是的。那要是拿它做手捧花的话，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合适。这天鹅绒看起来太脆弱、太敏感，感觉一出就碎，帮着我们婚礼感觉不太合适。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，因为天鹅绒的花的寓意特别好，代表吉祥如意。如果用它做手捧花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好的寓意、吉祥。但我觉得不太合适。你慢点儿。赢了吗？赢了，冠军！哇，冯乐轩同学第9届航模比赛中荣获1等奖，第1名。哇，1等奖，看看，哇！爸爸，这个奖我要颁发给你，你的梦想我帮你实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你的梦想，你自己好好保留。我的梦想呢，我会自己完成。那我以后呢？等我长大了，我也可以不管你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虽然我们是一起起飞，但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地。好吧，那我还是自己带着吧。爸，你是不是要和佩妍阿姨结婚了？你看佩妍阿姨戴着那个奶奶的珍珠项链呢，这可是奶奶传家宝。你刚怎么不问我呢？我还纳闷你怎么这一路上没发现呢？那么大个项链我能发现不了？冠军我拿了，今天还知道你俩要结婚了。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吧？佩阿姨，你是怎么把我爸给拿下的？什么拿下不拿下了？你这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啊！我的第1名不能抽啊！你怎么第1名？不能搞！佩阿姨，别动！别动！我的第1名，别动！一起，喝点水。腿的位置啊。稳一点，非常好。4、2、3、4，手的位置5、6、7，好，休息。今天你们状态比之前要好很多，我很高兴。然后回家之后把今天学的所有动作好好复习，下一节课我们学新的动作。今天可以下课了。谢谢老师，拜拜。
你也喜欢芭蕾？哎，你是我爸的朋友，咱们上次在点心店见过。记性这么好啊！阿姨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冯乐轩。这么正式。我叫谭思婷。你是跳芭蕾的，真厉害。谭老师，垫脚尖是什么感觉？这样，试试。咦呀妈呀，好疼！就是这种感觉，要把全身的重心放在一个点上，要非常专注才行。但是这个踮脚尖自己在家也不能乱练习，因为会不小心崴到脚。所以如果真的想学，谭老师，温老师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是不是还有一节课啊？对，快去吧，别迟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，谭老师刚来，在各方面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这个小朋友学习挺认真的，下了课还会自己复习。我在芭蕾舞方面啊，真是个小白。我还是听老师们说，我才知道您是爱神芭蕾舞团的第一首席呢。其实也没什么，现在退了役可以教小朋友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。不过您能来，我们真的特别的开心。就算是国内现在任何一个芭团，有像您这样的大师群，也是一个质上的不同啊。您太客气了，温老师，能把自己学的东西教给这些孩子们，我觉得也挺快乐。谭老师，您待会儿有安排吗？没有。那要是没安排的话，一起吃个饭吧。正好我也可以向您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，还有在授课方面，我还想好好向您请教一下。好，那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好，那待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谭老师，看看喜欢吃点什么？我其实都可以，只要是不含奶的，因为我有一点乳糖不耐受。那我就要这个吧，三文鱼。好的。谢谢。那我要一份牛排。牛排。再要这个。好。好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听说谭老师在国外待了很久了呀，最近才回来的。我是在法国待了12年。听说法国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，我一直都很想去那儿。可能是住了久了也没觉得。那如果以后我要是有机会去法国的话，你可给我多介绍点好吃好玩的。肯定没问题。谭老师怎么会想到来我们培训中心授课呀？主要是因为我在法国那边退役了，然后回到老师的学校，所以想帮老师在国内发现一些比较有芭蕾舞天赋的苗子。挺好。你和冯瑞是怎么认识的呀？你们认识很久了吧？我们是初恋。跟你开玩笑呢。谭老师，你可真幽默呀！我刚才差点以为是真的呢。我因为看你特别认真，其实我们两个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，然后是朋友介绍的，但是我离开这12年，两个人没什么联系了。这样啊。你们呢？结婚很久了吗？我们，这边，他来了。麻烦你帮我打开，先让酒醒一下。好嘞。是给我惊喜吗？约我老朋友一起吃饭，没告诉我。又见面了。是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今天也是碰巧碰到谭老师，临时约的饭。我想你们俩是好朋友，我现在又和谭老师是新同事，我们也应该给他接个风吧。
对对对对，佩妍说的没错，应该是主动约谭老师吃饭才对。是我疏忽了。哎呀，你们都太客气了。哎，你吃点什么？点过了吗？我们点过了，你看看。行，我也看看。我也不知道吃什么，点个牛排吧。早知道我刚才帮你点了，跟我一样。哦，行。一份牛排。好的。谭老师在法国这些年还顺利吗？都挺好的，就是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习惯。是，艺术家就是不一样，只要专注艺术了就行，不像我们，很多时候被束缚很多，没那么潇洒。要想成为谭老师这么有名的舞蹈家，那肯定是要付出很多的。其实我觉得教小朋友挺自在的，我以前就一直想这样。是啊，我一直以为谭老师是向往着更大的舞台，毕竟舞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能有谭老师一半的执着和热爱的话，说不定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钢琴家。其实这么多年坚持，也是有很多迫不得已，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枯燥、很乏味。哎，对了，小柔，你知道吗？谭老师这次来我们教培中心，是为了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。主要是希望你帮我老师宣传一下他的学校嘛，多帮他发掘一下芭蕾舞的苗子，然后再多培养几个像谭老师一样优秀的艺术家。我觉得挺有可能的，因为现在国内很多芭蕾舞条件很好的苗子都不错。我们一起敬谭老师一杯吧。好，欢迎你回国。欢迎回国。这个红酒是小瑞自己酒庄的酒，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我知道上次冯总送了我2瓶，我觉得口感是优于很多法国当地的红酒。哇，谭老师对我们的红酒这么高的评价，我很荣幸哦。哎，谭老师有男朋友了吗？就一直单身，可能这些年也习惯一个人的状态了吧。不过听说法国男人应该挺浪漫的吧？怎么没找一个呢？确实挺浪漫的，但可能对于我来说有点水土不服。不像你们这么好，你们是在一起很多年了吧？是我们很久了，就是一直没有办婚礼。不过我们最近准备了，也快。那我应该敬你们，来，祝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下洗手间。好，让我陪你吗？哦，不用，你们叙叙旧。 OK。所以你们现在是好朋友？那倒也没有，不过温老师人挺好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今天会来。如果你觉得很尴尬的话，我可以说一会儿我有事儿，我先离开。没事啊。温老师挺爱你的，他是挺好的。
乐乐啊，嗯，洗手吗？哦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练习怎么可以把脚尖给立起来。我看芭蕾教室的那些女同学一下就立起来了。一个男孩子，你练什么垫脚尖儿啊？净瞎学。你怎么和我碰到的那个老师说的一样呀？男孩子怎么了？男孩子也有跳芭蕾舞的好吗？你们就是有些固有思维。我就不喜欢跳芭蕾的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看的。你刚才说碰到一个什么老师？是教培中心新来的老师，她人长得可漂亮了。我听同学说，她好像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蹈家。那个老师给人的感觉说不上来，特别亲切。你们很久没见了吧？应该是走了之后，就再没见。少说10年了。10年、12年，啊，是。因为我走了12年。走了之后应该，对，就没见。怎么了？吃不完。吃不完，来，我让了一点。太好了。别浪费。对。火锅配啤酒，越喝越有。好。来，多吃点啊！你看你瘦的。你见过哪个芭蕾舞演员是胖胖的呀？你可以做第一个吗？别害我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视野真好，但这不是一个景区吧？你怎么发现这儿的？我就是偶尔早上跑步的时候，喜欢去那些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误打误撞就发现这里了。菜怎么不香？那可以吗？确实，味道一直都好吃。谭老师还合您胃口吗？啊，很好。哎好。小心。好。小瑞，一会儿我们一起送谭老师回去吧。不用。不用。啊，不用，我叫车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台车，顺路。哦，不用。师傅已经马上要到了。那你一会儿把谭老师的微信推给我呀。我也没有。你，12年。对。也对，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。对。那正好，今天加一下。好。我们扫你啊。啊，好。这一天假。收到了。那一会儿到家发个微信。好的。你们注意安全啊，有代驾。好。有。收到了。哦，对，收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奶奶，阿姨来了。啊。哟，阿姨。哦，小严在这儿。你拿这么多呀？来。不用。行了。怎么来了？快，坐下。哎，您吃饭了吗？要不一起吃点吧？不了，我吃过了。来，快，你们。呀，这是小严做的吧？你就随便做了点冰箱里现有的菜，看着就好吃。吃点吗？我吃过了，快坐下。啊。小严，坐下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啊，不辛苦，阿姨。等下次啊，我准备好食材，好好给您做几个我的拿手菜。好。哎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。哎，明天是周末，要不要到奶奶那儿去？不行，我还没吃饱呢，中午还有作业没写呢。我给你带的有洗机。吃饱了，准备用洗机。哎，
哎，拿上作业。没吃完呢。走了？哎呀，没事，行等会儿再我们先走。阿姨，那我也吃的差不不多用了，不用了，你们俩接着吃哈，慢点儿。带齐了没？带齐了，都带齐了。你别只顾着玩打游戏啊，明天还有要做作业啊。行。哎，放心，行，我会你们慢谢谢慢吃，慢慢吃。阿姨，我送送你们。好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把孩子送回来。啊，阿姨在。好久都没到奶奶这儿了吧？是啊，奶奶。小刘，放这儿。哇塞！早点回去，歇着吧。啊。好的，高总。那我先回了。行，奶奶。再见。嗯，带上门。奶奶。哎，我这些小时候玩的玩具你还没扔呢。那哪能扔啊？这每个玩具后面都是你的故事。我一看到这些玩具，就想起你小时候有多皮呀。奶奶，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你怎么提到她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觉着我爸有的时候太闷了，直男一个，啥也不懂。我还是像我妈，充满活力，敢于追梦的少年，对吧，奶奶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爸爸和小燕阿姨在一块儿，会怎么样？你高兴不高兴？我那是相当高兴呀，我连外卖都不用吃了。就是啊，你看小燕阿姨哈，端庄大方，没错，漂亮，还会做饭，是吧？有的亲妈也不会这样吧？对。所以咱们俩一定要联合起来，让你爸脱单。对。奶奶就是太惯着乐乐了。隔辈亲嘛，老人对孩子也能理解。不过乐乐真的是长大了，不会拿咱们俩开玩笑了。现在的小孩子什么都懂。那你觉得乐乐心理年龄有多大呀？相比同龄的小朋友，应该成熟一些吧。我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，都有一种错觉，我觉得就好像是在跟一个大人交流一样，就是太懂事了。所以我跟他沟通没有障碍。但懂事的让人心疼，你不觉得吗？男孩子嘛，早熟一点没什么的，这样反而对他来讲是好事。可孩子就得有点孩子的样子呀。要是乐乐是我的孩子的话，我是不希望他像现在这么懂事的。我希望他可以去犯错，去任性，去撒娇。人嘛，总有一天会长大的，但是童年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你也是个好学生啊，可以快速的接纳老师的正确想法。是应该让他保持童心，不必这么强大。其实你也一样。你也不用总撑着扮演自己有多强大，在信任的人面前，也是可以卸下伪装的，对吗？来吧，各位老师，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客座老师谭思婷，想必大家都认出来了吧？谭老师是法国爱神8团的首席，刚刚退役就来我们这儿了，真是太荣幸了。能跟大家共事也是我的荣幸。谭老师可是婉拒了法国皇家芭蕾学校的邀请，来我们学校任教的。希望今后你们在一起团结友爱，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多余的话就不说了。眼前当务之急是郑一凡同学离YGP 日本区的比赛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。我带于凡呢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，他很有天赋。这次 YGP 呢，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给评委会把他的视频寄了过去，没想到通过预选了，马上就要去日本参加比赛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，也许是到了该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。关老师，
你带了郑玉凡挺长时间了，也很辛苦。我考虑最近你就把他先放一下，让谭老师带带他，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改变，你觉得呢？好啊，延伸，收腰，胸腰呢？膝盖绷直，都有了。膝盖绷直，对，肩下沉，沉下去。来，要2份一加奶的一口心。好嘞，稍等。姐姐，我今天要2份。好嘞，稍等哦。阿姨你好。你好。这么巧。还记得这家店吗？我只知道这家店。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吧？是啊，都没变。好了，谢谢姐姐。稍等了啦，这是这位阿姨先点的。啊，这是。吃饭打扫了。谢谢啊。好了，现在走。好了没有？下次见吗？对啊。不做了。算了。快尝尝这个，怎么样？不错。你说我可太惨了，我这么喜欢吃甜食的人，居然不能吃奶制品。不过还好有你，你怎么找到这家店的？我可是跑遍了大半个成都才找到这家店。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人吃甜品不能加糖，我还真第一次听说有人吃甜品不能加奶的。你要是爱吃的话，以后我们经常来。对了，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就没有什么小奖励。你吃一口。就这个啊？不够，再过来。你好，这边消费80元。好，想你。哎爸，刚才那个阿姨是上次去指望找你的那个吗？对，谢谢。她也爱吃这个呀。再来吧。哎，咱俩不在这儿吃吗？回家吃。我来。好，你拿。庄老师让我带您了解一下，这个中心在这一带还挺有资历的。咱们开设的是4到16岁孩子的艺术课程，主要呢有乐器和芭蕾。咱们学校上学期在这面也开了培训班了。一呢是面向社会普及芭蕾，其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苗子可以提前吸收过来。走，再看看。还有钢琴班是吗？对啊，我们这边钢琴课也很好，老师们都很优秀。要加强一下练习了，马上要考级了，回去1个小时是基本啊，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练习，这样的话不然的话考级是考不过的。哎，冯乐轩，马凯博，你曲子练得咋样？还行吧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咱们上课了。啊，拜拜，我进去了啊，拜拜。阿姨，咱们坐这儿等吧。这老师是哪儿毕业的？哦，严老师，他也是特别优秀的老师。最近乐乐汇报演出的曲目，就他主要来指导。哎，你好。不知道
你还记不记得我？我叫温佩妍，上次啊，记得。我叫谭思婷。阿姨，正好我也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瑞的朋友，这位是小瑞的妈妈，不知道之前你们俩见过没有？你好。你好。您是到这儿找人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在这儿教芭蕾舞课。这么巧呀，我是这儿的钢琴老师。啊，是吗？那以后咱们俩就是同事了啊。那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以后有机会再聊。好，不打扰了。小瑞那个朋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上次我送乐乐去酒庄见过一次。你们在一起都聊些什么？那天也没聊什么，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小瑞对你怎么样？你们现在……我觉得他好像比之前柔软了一些，至少没有之前那么客气了。那就好。哎，妈，回来了，都来了。爸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你看柠檬鱼，小杨阿姨的绝活。你今天又有口福了。真没想到，小妍真能干。你看会做这么多菜。一直都说想好好给阿姨做顿饭呢，今天终于是有机会了，就是不知道啊合不合您的胃口。哇，合胃口，合胃口。这鸡汤可以啊。哎呀，这汤也好喝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乐乐，听严老师说你这次留意曲目的难度不小啊，最近可得加把劲了。知道。我吃完这顿饭就开始闭关了啊。要不要让小杨阿姨给你辅导一下？没问题啊，我和乐乐配合，没问题的，对吧？那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小瑞，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遇到谁了吗？谁了？就上次在酒庄遇到的你那个朋友谭思婷。哦，这么巧。他现在啊，竟然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芭蕾舞老师，我和他成了同事了。有，他有跟我说他退役以后回来教学。有。哇，这个汤真好喝。可以再帮我。来，我给你。谢谢妈。我帮你盛碗这个，尝尝。行。你跟他见面了？谁？哦，谭诗婷，有见过。怎么没跟我说？不用每次都向你汇报吧？你们说什么了？
只是普通问候寒暄。没有再联系吗？见个面，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。好奇怪，恰恰又在这个城市遇见了，恰恰又走进了你的酒庄，恰巧又跟小严成了同事，你不觉得奇怪？他要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。小瑞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他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什么都不管不顾的，扔下一封信就跑到法国去了。乐乐，当时只有这么小啊，你妈累死累活的，公司的事情都不管了，帮着你带孩子。好不容易现在生活进入正轨，他突然又出现了。他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又想祸害我们？妈，我跟他不可能。他见过了乐乐，但他的乐乐没有一点反应，我对他彻底死心了。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们家，更影响不了我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还有啊，小严对你、对乐乐那么好，咱们不要辜负人家。回去吧。头的位置，头的位置，手，脚尖，注意脚尖。好，动作要齐啊，非常好。今天偏 rap 一下，做的不错，但是还是要注意情绪。跳舞之前一定要先有情绪。好，好了，回去吧，好好练习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拜拜。韩老师，门口有人要见你。在巴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想回来就回来，我回来之前还需要提前跟您打招呼。回来要做些什么？您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，12年前都说完了，但是我怕你没听明白。您说的很明白了，不需要再费口舌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后面还有课，先去忙。等一等，你看到了，小瑞已经找到了他另一半，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。来之前呢，我也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。他说，他
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。这是30年的自作多情吗？我对于你们家的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感兴趣。在教培中心，我是无意识碰到你儿媳妇的，今后我也不会再去了。好，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要是你为了钱的话，大可不必这样，也可以来找我。您真是没变，10几年了还一个样子，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事情。谢谢你，我不缺钱。这里面有50万块钱，我希望你离开小瑞。高辉，你等这天等很久了，你就故意把冯瑞支走，然后让我生下孩子，故意让我们2个见不到面。你越这样想，我越要告诉冯瑞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要等他回来，我要亲口告诉他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这个好妈妈到底给他做了什么事情。你可以告诉他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弟弟昊天和你爸爸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堵墙。就算是你们在一起了1年、2年，甚至3年，总有一天你们会谈到他们中的一个人，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有分歧、争吵，甚至是互相伤害，把最后的感情和尊严消磨干净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一定要走到撕破脸皮、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，还不如这时候各自能去完成自己的事业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。